Mate 40 Pro Plus， 哎呀，终于来到了我们面前，我们3个人真是喜极而泣呀！作为华为的顶级影像旗舰产品，如果我们错过它的话，那真是太惋惜了。家人们 ，Mate 40 Pro 有家才完美啊！没错，有一位热心的北大网友看了我们前2期节目，为我们买不着手机这事儿着急，于是他把他自用的 Mate 40 Pro Plus 送到了我们手中。张张，你知道什么叫北大吗？你知道北大门往哪开吗？我不知道，但是我家空调会做饭，它有吗？什么？我家空调会做饭。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家空调有厨师模式。那么 OK， 我们每期呢都会用手机拍摄一些摄影作品，目的只是为了激起大家对手机摄影的兴趣。样片呢都是用这台手机拍摄的，并且用它内置的滤镜编辑的，希望大家可以喜欢，也可以拿起自己的手机去外面拍摄更多好看的照片。没错，那么欢迎观看 ZPH， 我是道武，我是展展。我们的节目呢会聊手机、聊摄影、聊关于手机摄影的话题。如果你和我一样期待这期节目的话，记得点一个赞，点一个关注，多多支持我们。那么 OK， 我们下面呢就来好好聊聊这台手机在影像方面、在光学方面的表现怎么样。Mate 40 Pro Plus 后摄一共是4颗干活的镜头，从超广角、主摄到3倍中焦到10倍长焦，焦段跨得非常广。温馨提示，会有对比视频的啊，会有它的对比视频，只不过制作起来非常繁琐。这期先聊它。在前2期聊 Mate 40 Pro 的节目中，我们已经聊过它的软件拍摄功能了。那么 Mate 40 Pro Plus 跟它的这个功能是一样的，其中我们最喜欢的就是流光快门功能。这个功能可以模拟传统摄影中的减光镜的效果。那么既然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就不再重复介绍了，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前面的节目。总之这个功能非常好，非常不错。下面我们直接看看主摄的表现。Pro Plus 的后摄硬件上跟它的小弟 Pro 看起来是差不多的，但是多了光学防抖，感光器很大 1.28分之一英寸。同样的，在普通模式下，为了保证边角画质，把四周边角画质下降的部分给裁切掉了。由于高清模式为了保证全像素输出没得裁了，所以它的视角就会比普通模式更广。先看普通模式的，放大中心跟边角，看画质怎么样。中心画质没问题，边角画质也没问题。它把不好的给裁了嘛，肯定没问题嘛。再换一张样片，放大中心跟右上角，中心画质依然没问题，边角画质也没问题。现在是普通模式跟高清模式的对比。从照片的颜色上，普通模式比较淡，高清模式稍微厚重一些，解析力也是高清模式的更清楚。然而这台手机还有一个比高清模式更清楚的 AI 高清模式，在解析力方面确实比普通的高清模式，哎呀真绕嘴，更清晰。只不过 AI 高清模式在拍摄时候是有代价的，上期已经说过了，就是它就像拍夜景一样，按下快门之后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成像。那么对成像的细节有很高要求的朋友可以选择这个模式。哦，对了，高清模式下就没法裁切边缘画质下降的部分了，即使是 AI 高清模式，边角画质下降的也比较明显。再看超广角镜头 ，Mate 40 Pro Plus 的感光器应该是跟 Pro 的一样，但是等效焦距从18毫米一下变到了14毫米，视角非常的宽广。但是由于物理光学在那限制着，那么光圈从 1.8 也变到了 2.4。虽然视角已经很宽广了，但是相机界面里依然管这颗镜头叫广角镜头，还是挺谦虚的，其实它绝对算一颗超广角。下面咱们看样片，颜色方面我挺喜欢的，但是超广角视角一旦广了，那边角画质就很难把控了。咱们看看它的表现怎么样。放大中心跟左上角，中心画质没问题，左上角画质确实有所下降，具体下降的程度我们对比视频见。再看下一张样片，
我感觉颜色方面比前面主摄拍的颜色都好看。这回放大中心跟右上角，中心画质没问题，右上角画质有所下降。总的来说 Mate 40 Plus 的超广角做的已经非常广了，跟主摄的普通模式比，视角差距非常大，视角差距如图所示。那超广角嘛就得广，是吧？下面再说中长焦镜头 ，Mate 40 Pro Plus 中焦镜头是3倍，长焦镜头是10倍。中焦镜头是1200万像素，等效焦距81毫米；10倍长焦镜头是800万像素，不高，光圈也有点小，等效焦距270毫米。对焦速度方面，这颗中焦镜头在日常使用中还是不错的，但是在这组录屏中，中焦镜头在近处对焦的时候还是有些费劲，有些时候合焦不是很准。10倍长焦镜头也是如此，日常使用中还不错，就是这组录屏中会出现对焦咬合不准的情况。当然了，日常使用中没有发现，只不过在录屏中发现了，也不能不说。这台3倍中焦的实际日常使用效果还是令我满意的。首先是1200万像素的清晰度是很够的，其次就是跟其他的中长焦一样，边角画质都没有下降，在日常使用中对焦没有发现问题，抓拍什么的或者打一些局部的风景都是比较不错的，算是一颗称职的中焦镜头。10倍长焦这颗镜头在日常使用中对焦上也还可以，适合打一些远处的风景。800万的像素其实也是够用了，但是有时候这颗镜头拍摄出来的画面有些偏白，实际上在手机屏幕上就可以看见。这个时候需要用手点击一下屏幕上的被摄物体，让相机重新测光，这样拍出来的照片就好看多了。前面摄影精选中那些黑白分明的荷花就是用这种方法点击之后再调节加减曝光拍摄的。下面由长长介绍前置镜头。华为 Mate 40 Pro Plus 自拍的人像模式里呢，有3个美颜选项：皮肤光滑度、瘦脸和肤色。确实比较简单，就日常随便拍拍用用吧。正经自拍还是会用美颜相机。它可以调节背景虚化的效果，背景虚化效果在头发这里稍微有点奇怪，大家可以看一下对比。还有一个功能叫笑脸抓拍，特别好玩，有华为的都可以试一试。它前置自拍呢有3个镜身可以选，超广角会稍微有一点畸变，但人多的时候真的很需要超广角自拍这个功能，这个还是很实用的。再看拍摄人像的效果，华为 Mate 40 Pro Plus 这台手机在拍摄人像的时候，我们还是比较满意的。譬如说整体照片的色彩、肤色、背景虚化效果，都是不错的。还有抠图效果也属于上乘虽然说也有失误但是这种模拟的东西都会有失误的。拍摄的时候我们换了几个场景，有阴影下有太阳下的，总体来看这台手机拍摄人像还是很不错的。再看夜景拍摄的效果，华为的夜景拍摄一直是强项，但是这台手机呢有一个特点，一般的手机在夜景的时候中焦会用主摄来拍，长焦会用中焦来拍，但是这台手机呢比较拧，它的10倍长焦在拍摄夜景的时候就是用10倍长焦来拍，那么效果嘛，那么下面咱们就主要看超广角跟主摄的夜景表现。这台手机在拍摄夜景的时候，自动夜景是关闭不了的，不管你关闭 AI 还是调节什么设置，自动夜景只要到光线暗的时候都会自动触发。这个时候按下快门，不要立刻移动手机，等拍完了再移动，这点我们之前就说过了。还有不要聊什么在这个时候用专业模式拍摄，这里聊的是跟其他能关闭自动夜景的手机的区别。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台手机的自动夜景拍出来会比专门的夜景模式拍出来的照片看起来更亮，可能看起来更好。但是如果放大看的话，自动夜景拍出来的照片多半都是虚的，而夜景模式拍出来的要清楚一些。再换一组样片也是如此，这个自动夜景模式看着还真不错呀，但是一放大，确实没有专门的夜景模式拍出来清楚。这种现象在极暗的祖传神树场景更为明显，自动夜景拍出来看起来更好，但是放大看的话还是夜景模式清楚，只不过夜景模式就不太可用了。到了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城市照明夜景环境下，这台手机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的表现都是杠杠的，什么暗部细节亮部细节表现的都非常到位。而且在这种环境下，无论怎么拍都不会触发自动夜景，既暗既有，非常的爽。各位看官是不是觉得它已经夜景无敌了？没关系，下期有一个硬茬子在等着它，我们下期对比视频见。
再看视频录制的效果 ，Mate 40 Pro Plus 支持非常高帧率的慢动作，3840帧吧，好像是。这个帧率下的画面虽然说有些损失，但是能把时间凝固的效果真是太酷了。再看日常走路防抖的表现，先看主摄，如果不具体说参数，都是默认设置拍摄，防抖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稍微有一点点果冻效应，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出来。现在是超广角的走路防抖表现，不知道一开始为什么画面会有些黑。但是防抖表现，尤其是果冻效应，确实比主摄稍微强一些。这也许就是这台手机默认是用超广角来拍摄视频的原因吧。3倍镜头的录像表现也是不错的啊，咱就别走路防抖了，手持都有些费劲，但是整体效果看起来还是挺满意的。10倍镜头下的手持录像表现就不行了，非常抖。如果你们有拍摄10倍镜头录像的需求，那么建议一定要上三脚架。主摄的夜景走路防抖表现就说一般吧。防抖跟果冻效应都一般啊，不是很出彩，但是够用。相同环境超广角的表现比主摄又稍微差了一些，这回防抖的表现都有点看着晕了。现在是录像环节最暗的场景，女流氓小巷，主摄的表现还可以，能看清一些景物。夜景录像的表现就不用看中焦跟长焦的表现了，尤其是这个场景，连超广角都不能应付。工业设计方面，开头没有让大家投票，主要是因为这台手机跟 Mate 40 Pro 实在是很像，只不过后摄区域更大了一圈，而且镜头更多，看起来更猛。但要是说好看的话，好像还是 Mate 40 Pro 的镜头看起来排列的更整齐。正面工业设计方面，这个前摄的大药丸我到现在还没看习惯，也许是我马上就要看习惯了，但是这台手机就要还给人家了，所以我到现在也没习惯。手机的厚度方面控制的还可以吧，在今年的旗舰手机里边不算很厚，但肯定不算薄的。重量方面肯定不轻，厂商形容这种手机都是小板砖，但是我跟九虎拿在手里也觉得无所谓。后摄的凸起高度在一众旗舰机里边它不算是很突出的，但是比 Mate 40 Pro 还是要高一些的，毕竟主摄加了防抖组件还有潜望镜头。硬件跑分游戏性能啊，这些都不是我们节目的重点，而且各位肯定比我们也更清楚了。但是有一点要说，就是在拍摄过程中，这台手机确实出现了发热的情况，不严重，但确实发热。那么下面我们总结一下 Mate 40 Pro Plus 在影像方面的表现。作为华为手机中的影像旗舰，这台手机在后摄上下的功夫不小，这点大家都应该有目共睹了。硬件上，主摄跟超广角使用的感光器很到位。主摄为了保证拍摄质量，普通模式下会自动裁切掉四周边缘画质下降的部分，只不过这部分又在高清模式下原形毕露。这点在前几期节目中已经提到了，这里就不细说了。总之这个小手段挺好。超广角的表现也很不错，视角很广。虽然接近3:2比例的感光器肯定不会比同焦段4:3比例的拍出来的画面更多，但是也已经算很广了。边角画质下降的也能接受。3倍中焦的表现很不错，但是10倍长焦就一般了。800万像素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够用。主要的问题是经常会拍出那些有些发白（括号过曝）的照片，让照片看起来不讨喜。录像环节中规中矩，不能说拔尖儿。白天的表现还算良好，晚上的表现就有待改进了。哦，对了，长焦端录像建议上三脚架，不是只针对它啊，是所有有长焦的手机都应该这样。那么 OK， 那看完上面的节目呢，我希望你们对它在影像方面表现更了解了。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次感谢一下这位不愿透露身份的北大网友。谢谢。不用，不至于。